这个山石画法呢，咱们记住这个4要素啊，山石要有沟，要有皴、染、点这4要素，它就构成了画山石的4个方面啊。首先，这个沟呢，就是勾山石的形态、结构。比如说，现在画这个山石，它的结构啊，结构当中，山石呢要突出，要有什么呢？要10分3面，也就是说，这石头啊有前啊，有侧，有上有下啊，上面、下面，这个前面、侧面啊，你看，先勾出山石的这个结构，注意大小的区别啊。这是勾。皴呢，你看一皴就开始有山石的上面跟下面了，下面皴的多，咱们用这个披麻皴来演示吧。哎，你看披麻皴山石的下面皴的多，上面不就出来了吗？啊，然后你在皴的时候，它还有侧面，一皴的话，它的体面就会出现了。另外，它的这种山石当中的一些个小的肌理也就出现了。短的是短披麻，长的是长披麻啊，顺着山石结构来皴。短披麻，像麻绳那种拧麻绳之前那个麻啊，还没有太弯曲的那个麻绳，稍微比较顺畅的这个麻绳，这个麻啊，画下来，这是披麻皴啊。这种皴呢，一个是质感啊，一个注意它的这个结构，从哪儿皴过来啊，它反正是结构啊。一个呢是表现它的立体感，你皴的时候要皴到它的这个后面去，这山石的后面去，这山石的凹的地方要皴到这些地方去，要皴到这个地方去，要皴到这个地方去啊。你看这个皴呢，它要注意这些个，一个是山石的纹理啊，披麻皴那种顺畅的那种沟沟曲曲，一种是呢，它要按照这个石的结构来皴啊，能把这个山石皴的是非常的有立体感啊，这结构来皴。另外呢，要皴它的这个阴阳，就是西方说的明暗效果啊，让它更加具有这个立体感。哎，皴到这个窝里去啊，这样来皴它。不同的，你可以用这个可以反复来皴它啊，反复来皴它啊，使它这个结构呢越来越清晰，使它这个感觉呢越来越浑厚啊。皴了这以后还要染，这个染呢，如果它这个线条湿着呢，先别染，就可以先点。这种因素呢，它不分这个前后啊，这个步骤不分这前后，你也可以先点啊，点是把这些山石上的一些个小草、小的灌木点一点，
上头长的小蒿子啊，小植物，小苔点儿，点点。特别是这山石后头，那山石的这沟里头，要点一点啊，要点一点。点的时候呢，不要太均匀，整个这个布局啊，要有疏有密啊，这个点子的布局有疏有密。哎，这地方呢，哎，密一点，这地方细一点，哎，这就点出来了。啊，它既有疏密，又有它的连接的状态，啊，又有连接的状态。现在呢，上面有点干了，就可以染了。染是用淡墨去染啊，染它的凹的地方，哎，染凹，用淡墨去染。你如果没把握，用特别淡的墨去染，然后可以染多次，啊，染多次。染上面的时候呢，要参差不齐，让它有个过渡。你看这地方参差不齐，有高一点的，有低一点的，啊，哎，这样它的这种阴阳，这种明暗就出来了。这10分3面呢，有上面，有前面，还有侧面，也就出来了，啊。染呢，一方面是染它前边，染还有一个作用呢，是染它的对比，啊，比如说后边还有山，你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去给它染下来，啊，去染。这个一染的话，它对前边的这个形态，它是一个衬托，啊，它是一个衬托，啊，所以说染呢，哎，它增加了这个形态的立体感，增加了这个形象的突出，啊，使这个画面呢更加整体，使这画面更加富有这个浓淡干湿这种变化，啊，所以说呢，它的艺术感染力呢就会加强。所以说这染呢是很重要的啊。